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在家里做煲仔饭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滑鸡煲仔饭。提早一个晚上泡一些花菇，看你的瓦锅口径有多大。我的1人份小锅大约就放得下4朵小花菇，照例还是要冲洗一下，去掉沙尘，然后再加水泡开。泡菇剩下的水，到时候可以留着做其他菜肴的汤底。泡一些大米，这是买电饭锅时候送的2杯。通常我们家一个大人是吃这么1杯的米饭。那如果你家里吃的米饭分量不一样，你可以自行调整。1杯的大米要兑1.5杯的水。我们先要浸泡一下这个大米。在此之前要充分的洗大米，将它面上的那些淀粉全部都冲洗掉，这样煮出来的米才会粒粒分明。加水浸泡1个半小时。我们准备一些鸡腿，因为煲仔饭它很快就煮熟了，大约1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所以鸡腿必须得去骨，否则它里面会有很多血水，根本就煮不熟。鸡腿去骨，我记得之前也示范过了，就是在骨头末端切一圈，然后边刮骨头边割肉，都算是比较容易就可以把肉剥离下来。然后将切出来的鸡腿肉进一步切成小块，有肉特别厚的地方也得切薄一些。1人份小锅其实就放得下1个鸡腿，需要多吃肉的小伙伴可以准备多一些肉类，到时候用蒸锅蒸熟，就着煲仔饭一起吃。我们接下来要腌鸡肉，需要几片生姜，还需要1节葱白。我给2锅煲仔饭准备了4个鸡腿，半茶匙的盐，半茶匙的糖，1茶匙花雕酒，1茶匙的生抽，最后放1汤匙的蚝油。先将它们混合均匀。混匀了之后，我们要加1茶匙的生粉，这样它吃起来会比较滑一些。最后再放1汤匙的油。用保鲜纸包好，放在冰箱里面腌制至少半个小时。我们还需要2根腊肠，这2根腊肠是给2锅煲仔饭准备的。往里面加一些热水，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把肠衣给剥下来。花菇挤干它的水分，然后我们去掉它的蒂。接下来往里面放少许的生粉，让它煮熟了之后吃起来会比较滑一些。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干粉，但是它实际上是上了一层薄薄的粉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接下来准备煲仔饭酱油用的材料，需要1小颗的红葱头，将它切碎就好。再切1小段的葱。接下来我们要炒香红葱头和葱，在锅里面加1勺的猪油，中火加热，将红葱头和葱放进来，闻到香味之后，加入1/4杯的水。加半杯的生抽，1/4杯的老抽，最后加3茶匙的糖，糖的分量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整。煮到沸腾就可以熄火。泡过热水之后的腊肠，这个肠衣比较容易剥掉。我们将它切成片，
泡了1个半小时的大米，这时候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，用指甲一掐它就断掉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倒掉这里面的水，充分的沥干水分。我们往砂锅里面加入大米分量1.5倍的水，你可以用刚才量米的那个量杯来量热水，然后放进大米。加热水是因为沸腾的快一些，大米可以少煮那么几分钟，煮出来的米稍微硬一点点。喜欢很多锅巴的小伙伴，可以在锅里刷一层油，下米后再加水。水开了之后，盖上盖子，调成中火焖3分钟。3分钟之后转成小火，我们可以放进其他的食材。放肉进来的时候，锅内的水基本上都被大米吸收了。如果锅里还有水，就得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，不能让肉泡在水里，否则就成了水煮肉了。肉也一定不能叠在一起，不然一会儿焖不熟。动作也要快一些，否则水分都蒸发光了。我们还是需要剩余的这些水蒸气来蒸熟肉。最后在有限的空间里加几片腊肠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焖8分钟。8分钟之后转成大火烧30秒到1分钟。这个步骤是为了烧出底下的锅巴。如果你不喜欢锅巴的话，可以直接关火。用煤气炉的小伙伴就可以转动砂锅，让底部均匀受热，可以烧出更多的锅巴。我们关火之后，将瓦锅挪开，用它的余温继续焖5分钟。有没有人抱怨过外面卖的煲仔饭肉太少了？其实不是老板不肯多给肉，是实在没空间给你多加几块肉。喜欢吃肉又喜欢煲仔饭的小伙伴，还是自己在家里做比较能够满足我们的胃。关注我久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们家其实在进行间歇性断食，我们白米也是很久没有吃了。但是为了吃上今天这么一锅香喷喷的煲仔饭，我今天着实吃了不少的白米，非常非常的香。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在家里尝试一下煲仔饭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